彼此的默契。这不只是运动魂，而是亲子间的力量。调整得很好，因为 U18强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会更认真练习，然后把练习当作比赛在练。我觉得我准备的算蛮不错的，那也在持续的适应青棒的强度，那也希望可以跟更多青棒的好手来持续的交流，来增进我自己的球技。我们团队的目标是拿冠军，然后自己的目标是把手背守好，降低失误，打击就正常发挥。希望团队跟自己都可以拿出自己的全力来准备这个比赛，那也希望能抱一座冠军奖杯回家。我们来自全国各地，齐聚较量，在球场上写下属于我们的荣耀。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这不是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亲子之间战斗的舞台。4月5号、4月6号，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加油！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今年是第2届，在我们新北市永和区办理这样的赛事。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赛事，提高我们亲子之间的互动性，也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学习更好的团队精神。今天的比赛，希望大家都有好成绩。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平常练习的状况哦。我们奔跑的不只是脚步，是热血；挥棒的不只是球，是梦想。其实棒球它不只是投球以及打击而已，它更是凝聚了团队之间的汗水以及泪水。那同时间也是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情谊交流的活动。借由本次的赛事，凝聚了很多喜欢棒球的好手。那其实棒球是一个不断失败率极高的运动。在每次失败的时候，我都会去探讨成功之道，在下一次的训练，特别的去把它经营起来，这将会获得最大的成就。站上打击区，精准挥出每一球。我们不断找寻彼此的默契，这不只是运动魂，而是亲子间的力量。调整得很好，因为 U18强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会更认真练习，然后把练习当作比赛在练。我觉得我准备的算蛮不错的，那也在持续的适应青棒的强度，那也希望可以跟更多青棒的好手来持续的交流，来增进我自己的球技。我们团队的目标是拿冠军，然后自己的目标是把手背守好，降低失误，打击就正常发挥。希望团队跟自己都可以拿出自己的全力来准备这个比赛。那也希望能抱一座冠军奖杯回家。我们来自全国各地，齐聚较量，在球场上写下属于我们的荣耀。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这不是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亲子之间战斗的舞台。4月5号、4月6号，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加油！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今年是第2届，在我们新北市永和区办理这样的赛事。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赛事，提高我们亲子之间的互动性，也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学习更好的团队精神。今天的比赛，希望大家都有好成绩。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平常练习的状况哦。我们奔跑的不只是脚步，是热血；挥棒的不只是球，是梦想。其实棒球它不只是投球以及打击而已，它更是凝聚了团队之间的汗水以及泪水。那同时间也是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情谊交流的活动。借由本次的赛事，凝聚了很多喜欢棒球的好手。那其实棒球是一个不断失败率极高的运动。
在每次失败的时候，我都会去探讨成功之道，在下一次的训练，特别的去把它经营起来，这将会获得最大的成就。站上打击区，精准挥出每一球。我们不断找寻彼此的默契，这不只是运动魂，而是亲子间的力量。调整得很好，因为 U18 强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会更认真练习，然后把练习当作比赛在练。我觉得我准备的算蛮不错的，那也在持续的适应青棒的强度，那也希望可以跟更多青棒的好手来持续的交流，来增进我自己的球技。我们团队的目标是拿冠军，然后自己的目标是把手背守好，降低失误，打击就正常发挥。希望团队跟自己都可以拿出自己的全力来准备这个比赛，那也希望能抱一座冠军奖杯回家。我们来自全国各地，齐聚较量，在球场上写下属于我们的荣耀。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这不是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亲子之间战斗的舞台。4月5号、4月6号，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加油！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今年是第2届在我们新北市永和区办理这样的赛事。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赛事，提高我们亲子之间的互动性，也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学习更好的团队精神。今天的比赛，希望大家都有好成绩。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平常练习的状况哦。我们奔跑的不只是脚步，是热血；挥棒的不只是球，是梦想。其实棒球它不只是投球以及打击而已，它更是凝聚了团队之间的汗水以及泪水。那同时间也是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情谊交流的活动。借由本次的赛事，凝聚了很多喜欢棒球的好手。那其实棒球是一个不断失败率极高的运动。在每次失败的时候，我都会去探讨成功之道，在下一次的训练，特别的去把它经营起来，这将会获得最大的成就。站上打击区，精准挥出每一球。我们不断找寻彼此的默契，这不只是运动魂，而是亲子间的力量。调整得很好，因为 U18 强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会更认真练习，然后把练习当作比赛在练。我觉得我准备的算蛮不错的，那也在持续的适应青棒的强度，那也希望可以跟更多青棒的好手来持续的交流，来增进我自己的球技。我们团队的目标是拿冠军，然后自己的目标是把手背守好，降低失误，打击就正常发挥。希望团队跟自己都可以拿出自己的全力来准备这个比赛。那也希望能抱一座冠军奖杯回家。我们来自全国各地，齐聚较量，在球场上写下属于我们的荣耀。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这不是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亲子之间战斗的舞台。4月5号、4月6号，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加油！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今年是第2届在我们新北市永和区办理这样的赛事。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赛事，提高我们亲子之间的互动性，也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学习更好的团队精神。今天的比赛，希望大家都有好成绩。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平常练习的状况哦。我们奔跑的不只是脚步，是热血；挥棒的不只是球，是梦想。其实棒球它不只是投球以及打击而已，它更是凝聚了团队之间的汗水以及泪水。那同时间也是可以增加
亲子之间的情谊交流的活动。借由本次的赛事，凝聚了很多喜欢棒球的好手。那其实棒球是一个不断失败率极高的运动，在每次失败的时候，我都会去探讨成功之道，在下一次的训练，特别的去把它经营起来，这将会获得最大的成就。站上打击区，精准挥出每一球。我们不断找寻彼此的默契，这不只是运动魂，而是亲子间的力量。调整得很好，因为 U18 强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会更认真练习，然后把练习当作比赛在练。我觉得我准备的算蛮不错的，那也在持续的适应青棒的强度，那也希望可以跟更多青棒的好手来持续的交流，来增进我自己的球技。我们团队的目标是拿冠军，然后自己的目标是把手背守好，降低失误，打击就正常发挥。希望团队跟自己都可以拿出自己的全力来准备这个比赛，那也希望能抱一座冠军奖杯回家。我们来自全国各地，齐聚较量，在球场上写下属于我们的荣耀。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这不是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亲子之间战斗的舞台。4月5号、4月6号，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加油！好，欢迎您持续的透过 Hot Sports 的现场直播，一起来到位于新北市的中正桥棒球场，欣赏第2届就是棒新北市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我们今天4月5号星期六要看到的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冠军战将要由亲子勇士对上的是 WHB 魔法师队，两队也都是一日两战，挺进到了最后的冠军战了。现场的天候状况是20度，有一点点的小雨，那湿度一样是非常高，但看起来天候状况应该都可以完成比赛了，希望不会再受到天候的影响。好，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依旧是由我周伟林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运动媒体人李爱纯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服务。爱纯你好。伟林你好，怎么越来越浮夸了呢？对，到了下午反而精神变更好了，更浮夸了。对，因为要进入到第4场了，冠军战的比赛了。来看一下亲子勇士的打线：1棒是沈君瑞，2棒尤宗翰，3棒是先发投手张成凯，4棒廖佑凯，5棒简佑安，6棒欧允浩，7棒是胡宏哲，8棒徐永乐，9棒是廖承瑞。魔法师的先发投手是于启宏，大卫捕手张佑义，1垒单以杰，2垒林杰峰，3垒是陈恩启、尤其陈世博，左外手陈义汉，中外手徐品浩，右外野手是康承佑。刚才提到一日两战哦，然后包括像是魔法师队，他们从今天8点的比赛哦，所以可能早一点6点甚至7点这样子的时间就来了，那一直到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半了。那中间的话，因为据说是家长们有先带选手们去别的地方休息一下啦。那毕竟球场这边真的很冷，所以说去找个有屋檐的地方休息一下，对选手来说应该体力调节上会比较充裕一些。那不过说刚才的打第2场比赛，亲子勇士这边呢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休息时间哦，那比较尴尬一点，可能就是只能在场边休息啊这样子，那都在这边烤轰啦。那只是说，两边面对一日两战，然后不同的状况下，那怎么去调节体力，然后加上今天也很冷，那怎么样去注重保暖，也是今天在比赛之余要注意的部分。两队都是休了一点时间哦，这个球打者挥棒落空。一边当然是从早上第1场打完，大概10点多休息到现在。那另外一队则是第2场打完之后休息到现在，是其实都有大概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刚才提到的就是体力嘛，然后专注力的部分哦。那专注力的部分，毕竟棒球它不只用体力，你还要花脑力去斗智，然后去设定球路等等，去拟定作战策略。所以说，在这么长时间你需要很专注的状况下，还能不能盯住？
那也是对两队选手来说蛮大的考验。好，那面对首位打者满球数之后丢了一个保送，丢了一个坏球了，所以最后变成了4坏球保送。雄工的亲子勇士队开路先锋就先选到了保送上一垒，沈君瑞去到了一垒。打者轮到的是2棒的游宗翰，背号8号的先发游击手。一垒跑者跑了，但这个球出棒打成了一个本垒后方的擦棒界外。要注意，场边也是，那里也是有应该隔壁场次在休息的球队。对，因为这边我们是在中正桥棒球场这边，也是蛮多业余好手都会来这边聚集。而且也有很多民众也在这边，没错，运动啦、跑步等等。所以如果有大家平常会来这样像河边散散步啊，那或者是来从事运动的时候，都要注意界外球。好，垒上的跑者有持续的启动，第一局就有上垒者之后，很快都持续下战术。当然也是要想办法先抢分哦。投手是于启宏，一垒跑者跑了，没有意外。但是要做pitch out，有机会抓out，厉害哦！所以在跑第3次之后，投捕搭档这里好像也有注意到，刚刚是做了一个吊球pitch out。好，这个球就有抓到了，虽然有点高，但拉回来还来得及。刚才场边都非常的振奋，因为我们今天真的看到太多次，就是想要长传主杀，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的镜头。所以我们也慢慢知道，原来真的要主杀成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过刚才在 WHB 魔法师这边呢，投捕很好的配合，那加上野手也是直接拉回来，然后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就抓到了企图往2垒跑的跑者。对，好，这个球缩着手打成了一个内野上空的飞球，投手自己来处理，于启宏把这个飞球给接杀。那前面传球的捕手是张佑义，瞬间抓了2个出局数了。1局的前半，抓第一个球出棒是张成凯，一样在本垒后方，所以就大家也都会互相画虾节，就告知说有界外球要飞进来了。早上出门的时候看那个降雨几率，原本说那个下午好像会降雨几率最高，但真的好险，老天有保佑，真的只有大概10点、11、2点那个时候下比较大，那现在就真的比较无风无雨的状态。而且还好，虽然有下雨，不过比赛并没有因此延宕或者是终止的情形。没错，可能比赛选手有点干扰了，但至少时间上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一个好球，一个坏球。张成凯这个低球捞起来，形成了一个飞球，但是进手套了，遭到了左外手的接杀，所以这个半局是一个变相的3上3下。
那接下来要来看的是后攻 WHB 魔法师的打线，在前面一个半局手背上面，他们是一个变相的3上3下。魔法师的打线1棒是陈世博，2棒陈义汉，3棒是先发投手于启宏，4棒捕手张佑义，5棒徐品浩，6棒单以杰，接到9棒是林杰峰、陈恩琪跟9棒的康承佑。再来看到亲子勇士，这场比赛的先发投手廖成浩，搭配的是胡宏哲，一垒简佑安，二垒张成凯，三垒廖佑凯，游击交给游宗翰。三名外野手由左至右分别是欧允浩、中外野手简佑安跟右外野手徐永乐。廖成浩是这场比赛亲子勇士队的先发投手，来自于新北市的新庄高中。而且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侧投哦。对，看一下来自新庄的力量。蓝色的力量，真的是蓝色球衣。欧 blue。欧 blue。今年是我要全部。对，今年开季还蛮不错的哦。这新庄地区棒球一直蛮兴盛的。那从三级棒球就从这个少棒，就青少棒蛮完整的。对。然后还有包括辅仁大学在 UBA 也夺UBL 对 UBL 也夺下冠军。好，一局的后半，那现在要看看廖成浩这个投球姿势比较特别的选手，他的控球状况如何？教练应该也是对他有很大的信心哦，毕竟要在这么重要关键的冠军赛要派他来投球，而且今天是还没有看过他丢的。可能想要用一个骑兵哦，是让对方打不好。后攻的魔法师穿的是黑色的深色球衣，守备方则是穿的蓝色上衣。但这种比较偏侧投的投手啊，然后在职棒等级啊，可能职棒的这样的类型投手也不算很少见啦。然后职棒球员也都可以适应了。不过如果是以经验比较少的这些业余的选手们哦，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压制力。对，我掌握的好，还是可以形成安打。这个球你看一下，稍微碰啊。其实是算没有打得非常好，不过打得好不如打得巧啊，落地变成了一支安打。我们也提到刚才打击上垒的陈世博，他也有这个国手之力。其实之前也有参加社区比赛，然后有出国为国争光的。漏的并没有很远哦，就观察一下，假跑几步之后决定回一垒。打者是陈义汉。跑了，这个传过去，但是来不及了 ，safe。好 ，follow tag 有做的，陈世博手也一直黏着垒包。起跑时间也抓很好，用一个前扑式的滑垒，但好像滑垒有点早。那应该球衣跟球裤红土沾更多了。今天有交代，对，可以今天认真有交代。对。好，这一棒打成一个滚地球，在二垒方向，赶紧就要做处理，没问题，有抓到出局数。二垒上的跑者也因为看到这一球，他比较往右半边移动，所以二垒跑者就趁隙上到三垒。二垒有跑者，然后打者是往右半边送，是有很好的推进效果。对。抓第一个球，选择出棒，看看这个飞球的落点，哇，掉下来，哇，这个半局哦，2个飞球其实落点都非常的巧妙，那这支安打就要把分数打进来了。是，这是于启宏，
球队的先发投手。对，说扎实也没有到非常的扎实，可是落点好，就形成安打。对。那刚才选手在接球的时候稍微滑了一下，今天下过雨，草地比较湿，大家移动的时候也要去注意安全。对。你最怕打滑哦，真的，就是有时候怕会摔倒，会有其他的状况。真的。好，魔法师率先在这个半局靠2支安打攻下了1分。来自内坜国中，哇，那真的代表团队的成员组成非常的丰富。对，来自蛮多不同的学校。对。张佑义是先发了捕手，前面一个半局有一个盗垒阻杀。捕手打了4棒。哦，又跑了哇！而且打在了空隙里面，哇！怎么做怎么对啊！先起跑的跑者已经要一溜烟上3垒了，哇，有如神算哦！这个战术打下去，刚好打在1、2垒之间的那个洞啊！没错没错，真的好像球有长眼睛啊，打到一个没有人看管的地带。再加上垒包上面跑者先起跑，所以一溜烟已经上3垒了，3垒有人。仅仅1出局而已哦，前4棒就有3棒都敲安打。打击的是徐品浩，徐品浩来自于滨江国中。哇，这个。打出去都是往天空打，哦呦，还好有被接到。3垒跑者要回到本垒攻下分数了，高飞牺牲打1分打点，帮助球队再添1分，2比0。这个半局已经好个很多球都是已经往天空打了。对，这感觉有点切到，不是那么的扎实，但是。够深远，所以让3垒的跑者可以回来得分。WHB 魔法师现在再添1分，变成了2比0了。一局的后半，打者是16号的单以杰。好，1垒上面换代跑。张佑义捕手被换掉了，换的应该是林梦宽啊。1垒上面应该是陈怡翰啊，应该是刚刚出局的选手。对，应该不是板凳区上面的林梦宽。那这个就是类似那个临时跑垒员的这样的制度，对那个概念，在垒球里面有临时跑垒员，就是当捕手或是投手上场，但是2出局后，因为他要准备下去，就是等一下的投捕工作嘛，那所以会换上一个出局的人来担任临时跑垒员。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规则。特别的规则。好，1垒跑者。上去之后也是蛮积极的，但是也是还蛮接近的。滑下去，手套拉回来，最后是 safe， 盗垒成功。这棒打击出去，3垒方向是在界内，3垒手挡了一下，赶快传1垒，传了1个半斗，那应该也还是来得及。不过在这个半局1局的后半，WHB 魔法师是率先攻下分数，目前2比0暂时领先。
欢迎回来。哦，雨好像又开始飘一点点了。希望老天爷再撑一下下，再没错没错，加点油。真的要下，请等我们比赛结束好吗？不行不行不行，明天还有比赛，所以今天还是不能下。对，今天今明2天都先不要下，大概维持这样。去下在有水库的地方。对，然后下在缺水的地方最好。没错没错。好，比赛来到2局的前半，于启宏在1局的上半是用了15个球，虽然先丢保送，不过后面因为有一个盗垒的阻杀。所以是个变相3上3下，啊，队友也帮他在1局的后半就打2分进来。这场面不时都可以听到家长们啊、加油团们的谈天啊，然后加油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氛围真的也蛮棒的，因为其实像自己以前小时候在打球的时候，小时候就高中啦，对，高中的时候在打球的时候。就是几乎是学生我们自己在玩啦，那比较少有这种亲子可以同乐的。哇，接杀出局，哇，打出去其实还蛮惊人的，但是只是说飞行的距离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远，然后被左外手弯着腰往前把这个飞球给接杀。打者也觉得应该蛮可惜的。真的守得漂亮，有掌握到这一球，然后弯着腰把它接住。对，打得好，守得更好。我要偷点。哦，这是简佑安啊。3重商工的同学，前面投球内容非常的好，虽然不是完全比赛了，但其实应该是无弯打了。也带领球队最后闯进了冠军赛。没错。哇，这个高球抛出去，而且小心界外球。哦，因为在3垒界外区的这些，教练团跟家长们哦，大家都在看那个界外球是不是打到后面，因为后面还有一排应该是做那个录影椅哦，在我们镜头外面的这些加油团。因为他们是撑伞坐在那边的，就怕他们又被界外飞球给打到。良好球没有坏球，偏高哦，那棒子有忍住。良好一坏。简佑安是第5棒，好，引诱球也忍住。所以2个好球之后，连选了2个坏球。一直都在猜打者的心理哦，然后用这种高球看能不能引用到，不过打者都没有上当。简佑安这一棒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3垒手都追过去，中外野手没办法接到，落地变成了一个3不管地带的安打了。简佑安。对，真的表现非常的精彩哦，无论是在前一场比赛的投球表现，或者是这一场比赛这样第一个上场打击，也是打出这个落点很好的安打。对，落点巧妙的安打，球队的第1支安打出现。对。亲子勇士目前落后2分。提前落地，但落的并没有很远。好，看管一下1垒上面的简佑安，他是速度条件很好的选手。对，팀方1垒跑者盗垒也是很合理的啦，因为在今天一整天我们一直看到，结果还是跑了。没错，跑了。简佑安盗垒成功，安打之后也很快发动速度。像在场上的欧允浩，那这个应该是他今天第1次上场。
在这场冠军战也是上到了先发，拉回来的界外球。得点圈的打击机会，手往外面一点，但又投到球速落后，1好3坏。那除了像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全国性的比赛啊，高中棒球联赛，然后或者是以青棒来讲啦，高中棒球联赛，然后。黑豹旗，对，或者是玉山杯等等的，王贞治杯等等，那其实还是有很多各个大小的杯赛。那如果以这种非科班学生为主，像这样子社区球队的联赛，那甚至也是有，像是之前的话，因为现在应该还是有，就是各个北中南区高中的这个联赛啊，各个高中社团的联赛等等。也还蛮多的，让这些即使不是科班的选手，还是固定有比赛可以来打。对，哇，牵制2垒的时候发生了失误，想抓出局数没抓到，反而还多掉一个垒包。简佑安的速度真的也非常快，对，真的是4拍子球员。对。从他的各个动作，投球、手背，然后跑垒动作，其实都真的蛮标准的哦。就29号的简佑安，对，球队落后2分啊，追平分在2垒上。投手现在于启宏有危机的时候，坏球也偏差的比较多。那刚才也有提到说，现在现场慢慢雨下来，那这个雨势的话，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那以投手的角度来说，你就是，当然可能会觉得下雨，这雨一直滴到我的身上很烦，可是呢，也是要把它当作不存在，好好面对眼前的状况。对，哇，2垒上空的飞球，但是掉下来，那3垒跑者是回3垒的时候，哇，传球这里。有点状况，那这样分数就要进来了。简佑安回到了本垒，球队的第1分进账，1比2，剩下1分落后。因为刚刚那个内野上空的飞球落点有点尴尬，那3垒跑者可能觉得对比较不保险哦，所以是赶紧去回3垒，然后在守备方传3垒的时候也传偏掉了。对，看一下。所以一开始看到好像被接杀，赶紧回去，然后牵制3垒的时候发现，漏掉，球又漏掉了，赶快再往本垒冲。所以他对于就是整个场上的状况掌握是很清楚的，就是如果球现在怎么掉，它在哪里，距离多少，我是可以跑的，他有办法去在第一时间掌握。尤其是你要刹车再加速，然后再停下来。哦呦，哇，捕手没有办法接到。那3垒跑者看了一下，观望一下，再回到3垒去。现在因为雨势又更大了，真的下停，真的会非常影响投手的控球。也很考验大家的体力，而且在场上应该超级，虽然说会流汗，但是应该也很冷，不动的时候就很冷。对。2、3垒上面有跑者，哇，3个坏球。捕手跟主审示意换一颗。打者是徐永乐，来自于万芳高中。偏低，形成了4坏球保送，是连续的坏球保送。
亲子勇士现在满垒了，一出局满垒在2局的前半。好，一人出局，打者是廖承瑞。好，教练要上来喊暂停，因为现在1比2，应该说2比1哦，球队剩1分领先。当机立断喊暂停，希望可以把这个危机给化解掉。那跟魔法师在早上的话，状况他是先以落后展开哦。那不过最后就是一路领先了，就是第2局逆转之后就一路领先了。虽然第1局掉1分，没错2、3、4 3个半局各攻2分。那跟现在这一场就是先拿到2分的状况不太一样。对。好，满垒的呛死，亲子勇士的进攻。打垒区上面的是廖承瑞。哇，这个球偏低的很明显。2坏球。好，修正一下，2坏球之后来了一个好球，1好2坏。哦，这个球很重要，因为再坏球就是3坏球，那可能压力就更大。把一个好球抢回来，抢回来了，再一个好球。他有听到你讲，对，2坏球之后的连续2个好球。有点挤到，廖承瑞打成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右外手赶快去追，看看落点应该是在界外哦。对，主审已经高举双手。野手也很拼，野手也很拼哦，就是想要去接近那个护网那边，对，想要接。但是刚刚那个落点可能要观察一下，因为万一外野手接起来。传本垒可能难度会很高，那可能对方的追平分就回来。对，所以如果在界外区把它放掉的话，就变界外球，那有可能就不会掉分。那这个的话，如果球迷们记忆犹新的话，之前那个小黑邱志成对，在桃园球场有一球就是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应该他也是守右外野。对，然后他就那个时候他就自然本能的反应，就去把这一球在界外接了起来。结果没想到让3垒的那一分可以回来，变成高飞牺牲打，那最后球队因此输球了，因为那一支高飞牺牲是应该是追平分哦。哦哟，这一棒打得还蛮扎实的，但是被中外野手给接杀。垒包上面的跑者是不是有一点点状况？因为等于说刚刚应该那个第3分，应该说第2分是没有回来了，所以形成第3出局数，比较可惜。这个半局只追回1分，目前1比2，还有1分落后。
欢迎回来。哇，前面一个半局，2局的上半，当时就满垒，但最后其实才攻了1分呢。那个半局蛮可惜的，最后也没有高飞牺牲打。对，就是蛮多算巧合，一连串的巧合造成的结果。因为刚才第2个出局数应该是发生在中外野手，就是外野手接球之后，那第3个出局数可能就是发生在。应该是发在垒间，对对，应该是有这个跑者哦，球被接杀，但没有回去踩垒包，没错没错，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满垒的状态，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不在垒包上，然后那你在这个时候，然后把球给传回来哦，抓到了，那就变成第3个出局数了。所以刚刚那个追平分没有回来。对亲子勇士来说，就是比较可惜一些。对，所以维持还是1分的差距。2局的后半，哦，这球其实蛮不错的，那个人主审觉得稍微外面一点。打者是1号的林杰峰，7棒打者。这球出棒打成一个弹跳球，在投手正面。来下来之后，很快的传向1垒刺杀，抓下这个半局的第1个出局数。其实像他这样侧投的，你要硬打，击球点没有掌握好，其实也打的应该不会太理想。1分差距，那1下其实他是被打的比较多的安打，1下掉了2分，打者是陈恩琪，来自恒毅高中。这棒打击出去在右半边，1垒方向软弱的滚地球，简佑安非常轻松的踩1垒刺杀，2出局了。接球自踩垒包。对。2人出局，打者应该轮到了第9棒了。刚刚这个半局7、8、2棒都是滚地球的出局，一个投手方向，一个1垒方向。打击区的是康承佑，康承佑，看个人臆测了，可能年纪是更小的，国中可能7年级哦。看一下。好，这球又打进滚地球，2垒方向，哇，这个弹跳第一时间没有处理好，用抛的方式传1垒，还是来得及。好，还是来得及啦，所以这个半局3个滚地球的出局，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
那这个是我们在中正桥棒球场，其实还有其他的球场，同时刚刚也有在进行比赛。对，真的很热血。对，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大家不畏风雨跑来这里打球，我真的觉得太感动、太佩服，蛮令人钦佩的。真的不会因为雨势影响到他们对于棒球的热爱。没错，真的也很感动。然后不管是选手啊、教练啊，或者是工作人员，然后家长们，大家都辛苦了。好，这个半局换投手了。这个冠军战，两队目前只有2-1分差。我们的熟面孔又上场了，98号应该陈世博。本来是这场的先发游击手。在第一场比赛也有登板投球，那时候是先发投手。对。现在也才来到第3局。那也是再次要呼吁一下选手，记得好好的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今天真的天候非常的不好。那可能又会打一打球，然后又休息一下，又打一打球，这样子重复的热身的过程哦。那比较容易有一些运动伤害的产生，所以真的要提醒各位小选手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他是来自于阳明国中。比赛这个热身啊，还有比完赛之后的收操都很重要，尤其又是在天候可能比较起起伏伏的情形下。那阳明国中它是完全中学，就是它有那个阳明高中，然后国中部这样对。然后那阳明高中呢，最近也出了职棒选手，他们的棒球校队是发展比较近期才有在发展了，然后近期也出现了第一位职棒选手，在乐天桃园队的舒志豪，对，大叔，三垒方向接外球，但是三垒手没有办法接到。那大叔那时候一开始也是先打社区棒球，两好球没有坏球。哦呦，捕手手套稍微往里面移一点点。1-2的1分落后，亲子勇士的进攻。提前落地的坏球。现在不只是我们这个场地有继续比赛，隔壁的场地也是热血奋斗中。没错，隔壁应该就是大人的赛事，大人的对社会人的赛事。那自己现在出来工作以后，就更深刻的感受到社会人这个角色，然后一边兼顾一边打球，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对我这个下班回家，休假时间就只想耍废。好，这个球打者是挥棒落空，遭到3振。尤其是下班过后，很多时候你觉得上班已经够累了，真的。下班你光是要离开家门都很累，没错没错。离开公司可能就想回家了。哦，我连离开公司的力气都没有，只想直接可以睡在这边，明天再来嘛。对，更何况你要去运动啦，或者是要练球，其实都真的还蛮困难的。但如果你可以从小就培养这样子的运动的习惯，比如说像现在在场上奋战的小选手们，从小就有培养运动的习惯，他们反而长大，即使长大后，会可能觉得说，一天，这个礼拜没打球，哪里怪怪的。因为像我有一些朋友也是，他们，可能也是从小国中、高中、大学打系队，然后他们到了现在，就是即使出了社会，也是固定有朋友约聚，然后打这种联赛的棒球。对，那他们也甘之如饴。那即使工作很累，可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发泄的出口。对，是一个舒压的方式。对，那也是因为其实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培养这样的习惯，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习惯带到长大之后。这棒打得还蛮不错的哦，在中间方向跳起来没有问题，夹在手套里面了，把这个飞球给接杀。58号的徐品浩，就是中外野手。对，真的很开心在
今天4场比赛都看到很多精彩手背。对，那这些精彩手背代表的是选手们平常很扎实的练习，然后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很敢去拼，然后把自己的能力、身体延展到最大，把自身的好表现都有表现出来。2人出局，看起来想偷点。对，棒子端的比较高。对。打者是张成凯，这个打席是左半边的飞球遭到了接杀。投了一回回棒落空，良好球。掉到。都摆在高的位置，第一个球更高。对，陈世博他的控球真的蛮精准的，感觉他丢出的球就是他想要的，都并不会差太多。没错。张成凯这个球有碰到3垒方向的滚地球，但是3垒手这个球没办法把它拦下来哦。接的方式好像做的并不是很明确，看一下。可能原本有在想说要怎么接，然后在一个犹豫哦，或者是想说这个球真的很强劲啊，最后就是放掉，然后形成了安打。2出局之后有选手上1垒，张成凯。轮到廖佑凯打击，那一再提到的就是专注力，你的那个专注力要怎么样把它再拿出来？集中精神真的很困难，很困难。大人光是叫你在那边，就是你对这个比赛要完全的集中注意力就已经很难了，更何况他们这些青少年选手们1日2战的考验。对，重点是1日2战，还下雨，还下雨。对。好，有点高。记得去年播黑豹旗的冠军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平镇跟古堡他们也是1日2战，因为那时候受到台风影响，然后最后古堡跟平镇也是多位选手有抽筋啊，或者是蛮多的情形出现，所以1日2战即使对科班呢同学来讲都是一个很大负担，更何况是这些可能平常都是以社区棒球为主的同学。对，但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可能时间有限，但是比赛就是要把它给走完。因为有一些限制了，比方说你如果要开灯，可能还要再加钱啊，或者是后面因为可能又有一些人是从外县市球队来的，后面赛程可能就要。哇，捕手中弹了，应该是他的左手啊！哇，防务员要赶快上来。哇，手腕那边是很脆弱的地方哎，刚好没有保护的地方。是不是被棒子给打到了？哦，还是应该是被擦棒球吗？哇！棒子挥出去的时候，那个尾韵给削到了。哇！对，那田面人真的辛苦了。辛苦了。哇！现在可能要直接下去了，就可能痛到没有办法再上去了。哇！这是4棒的张佑义，今天前面还有一个必须要的盗垒阻杀成功。是。今天很难得的看到精彩的盗垒阻杀。对。好，那就看这待会要换哪一位队友上来。希望不要有事才好。真的，因为我们刚才在季军赛已经看到有选手
压着他的手手肘啊肘下去了，然后也看起来蛮痛苦的样子。那希望这边冠军赛不要再有人挂彩了。前2天刚好听了味全龙队蒋少红的专访，当时他上了一个网络节目，然后他也谈到说他当初这个棒球之路，因为他爸爸以前职棒当然是当捕手，但其实蒋少红说他小时候是从外野开始，先当外野手，然后教练觉得不 OK， 然后守到内野去，然后守内野又发现守得更不好，然后被逼迫的必须要去当捕手。然后没想到当捕手其实当的好像还蛮成功的，但是他自己说他当的很痛苦啊。他说当捕手真的太辛苦了，他真的觉得是，要不是他没办法守其他地方，要不然他也不想担任捕手。我觉得如果以少红他自己的状况啊，当然帮捕手的痛苦除了辛苦啊，除了来自于你每一场比赛的准备工作，那比如说你要去练阻杀、练挡球，然后配球，然后跟投手的引导啊等等。那当然自己的其他的打击或是其他基本的手背也要顾。那可能另外一个还有压力就是，比如说是在自己的爸爸也是捕手的压力，那自己的球队没错，这个球2代的压力没错。然后对于因为自己的队上的总教练叶总也是捕手，所以叶总确实在捕手的要求方面会更高。这一连串的蛮多的，相信少红也是又承载了蛮多的压力，但也是很欣慰有看到他在国际赛这样子也有很好的发挥。对，今年也有入选我们 WBCQ 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资格赛。那现在是换了2号来接替蹲捕。2号陈恩琪，对，陈恩琪，对，刚才原本是那个三垒手，对，三垒手，陈恩琪来接替蹲捕。对，因为现在也是雨又越下越大了，然后刚才又经过了一个小小的暂停，所以让投手先练投个几球。好，比赛恢复进行，3局的前半2出局1在垒，2好1坏。好，一垒跑者也是跑了，不过这一球先回到了界外，打者依旧是廖佑凯，2好1坏，现在是球数落后1分，一垒上面有一位队友在。这棒拉回来3垒方向的滚地球，这次3垒手就有挡下来了，但是传球没有问题，对角线传上1垒刺杀，所以结束这个半局。目前3上打完，目前还是1比2，亲子勇士暂时的落后。
好，欢迎回来。嗯，从现场这个滴滴答答的声音哦，就听得出来雨势又更加的猛烈啊，猛烈了。嗯，画面上面的雨势，这个线条越来越粗。比赛已经来到了中半段了，4局的上半，两队只有1分差哦，对比数咬得非常的近。那打击区上的陈世博刚才结束了投球，应该说投完刚才的投球任务，赶快又马不停蹄的下来打击。嗯。陈世博今天上来第一个打击是有敲安打的。打者是98号的陈世博，是，现在担任投手。嗯，好，这球挥空，良好球。是投手对投手。嗯。好，这球碰成了右半边，哦，差点打到了教练。哦。一垒知道教练蛮能 Q 的，往后一缩。要小心哦，因为现在如果就是雨势下来，可能会，比如说视线比较模糊，嗯，那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影响到反应力。投手应该是廖成浩了，哇，外角球，打者陈世博想要捞哦，但是没有办法捞到，挥棒落空的3振，形成了1人出局。投手的对决，最后是廖成浩取得了上风。还成为了4局上半的第1个出局数。好，这个球是一个好球。廖成浩的投球感觉有渐入佳境。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不稳，因为毕竟一开赛就被陈世博击出安打。对。然后后面一个滚地球出局之后，又是连续的安打。那你要观察，随着雨势越来越大，投手的控球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好，这一棒打成了右半边一垒方向的滚地球，沿着一垒边线已经出了界外。现在两边的球员很辛苦啊，教练还有裁判都很辛苦，真的。因为是冠军赛，然后又1分差打到第4局，所以你也很难看要去。先回到场上，这个球挥空，捕手接到之后传一垒，哎呦，有抓到。简佑安腿蛮长的，有踩在一垒垒包上面，完成了这个3振。都是缩着手想要去捞，但没有捞到。打者也都有知道说，良好球挥空，下一动是要赶快去冲一垒。对，并没有愣在那边哦，然后不知道说其实是需要往一垒冲的。所以还是回扣到那个观念非常的扎实。那这些观念你即使知道，可是你不见得做得出来，所以这个也要靠反复的练习，然后还有临场，因为你即使平常做得出来，可是你比赛做不做得出来，那这个就是在临场的发挥，然后比赛经验累积。对，好，投手碰了一下，虽然没有接得很扎实，不过拦截下来之后再送上一垒，这个半局3上3下的干净半局。
欢迎再回到就是棒第2届新北市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这是 U18组的冠军战。亲子勇士跟 WHB 魔法师两队目前只有1分的差距。好，这个半局换投手了。现在在应该是林梦宽，对，12号的预备选手。现在换上12号的林梦宽来接力投球。那打击区上的是简佑安。刚才在一垒守备也做得很确实。对，29号的简佑安，3重伤攻的同学，是5棒打者。简佑安前个打席就有敲安打解盗垒成功。哦呦，这棒捞起来，在界内，哇，这样有的跑了。简佑安跑，利落 double 应该有机会了，没有问题。有在2垒这边停了下来。一上来之后就先敲了一支安打，而且是一个长打哦。哇，从刚才的4强赛到现在的冠军赛都抢尽风头。没错，这棒也拉回来，拉得非常的不错。简佑安刚应该是打在了左半边非常深远，靠近了警戒区的地方。对。2比1，1分领先而已。现在当然魔法师想要再多添保险分。这个时候把棒子横了过来，然后应该是有先出界吧，还是打到那个好像也有本打到垒板自己身上。自己身上，或者是反正总之就是一个界外球。这应该是亲子勇士队的进攻。4局的上半。这球也是挥得很猛，看一下。对，3垒方向的飞球，在边线这边。对，差点撞到我们场边辛苦的摄影师。对。好，比赛是4局的前半，前3局打完，两队是1分差。那果然冠军赛特别的精彩。对，到现在1分差而已。可能任何一个 play 都有可能改写比赛的结果。哦呦，蛮接近，蛮接近的哦。打者是6棒的欧允浩，26号。是。几个打击上来选到保送上垒，哦呦，这球挥得非常的猛，挥棒落空，捕手好像没有找到球，对，要传没有机会了，对，没有传1垒，但最后传3垒应该也是来不及。好，看一下刚刚的状况。对。好，然后打者挥空之后，捕手第一时间因为面罩还没有办法脱掉。然后找不到球跑到哪里去了，1垒没办法传，让他上去不死3振，然后传3垒也来不及。好，4局的前半，亲子勇士是1比2的1分落后。对。打者是7棒的捕手胡宏哲。1分的落后，那现在1、3垒有人，而且无人出局，也是非常好的时机。捕手索性不传了。对，因为我们刚才就是有看到太多次了，就是捕手他即使传了，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马上的传到位。那也许是传短了，那也许就是力道不太够，那就是最得不偿失的，就让3垒这一分再跑回来。因为这样就是追平分了。对。
好，这棒拉回来，三垒方向在界内哦，在界内，三垒手接到之后对角传一垒 ，out。好，至少有抓到出局数，不过追平分也回来了，2比2。这滚地球是带有着打点。好，三垒手传的其实是蛮准的，没有让一垒手离开一垒垒包。对，今天看到基本功这些手背的细节都很扎实。嗯。现在应该是亲子勇士这里要换代打。34号陈义凯，要上来代打。现在是2、3垒有人，是，而且2出局哦，一棒如果安打有机会再打2分回来都有可能，有可能就会变，哦，应该是1、3垒有人了。加油，把球接好。现在等于超前分在3垒上。对。好，这球打进了场内，在右半边，一垒手要接到之后，赶快传给补位的投手。好，抓到出局数。看一下刚代打的陈义凯，对，往右半边攻击，因为他知道3垒上有跑者，所以不管怎么样，把球带到右半边就对了。所以这个滚地球再打1分回来。对，亲子勇士现在逆转比分。对，3比2，打在了棒头上，哇，最后飞了过去，形成了一支安打。场上现在应该是一垒有人了。那所以刚才比分上应该是3比2。好，前指一垒上面跑者。好球进来，好，稍微外面，打者是沈君瑞，对，第3轮的第1棒。好，有出棒，打成了界外球，形成了2好球了，2好1坏。头捕搭档现在就取得球数领先，看有没有办法抓下这个半局的第3出局数。因为这半局已经掉了2分了。落到了捕手的后面。好，一垒上面跑者廖承浩现在要上，廖承瑞上2垒。林梦宽上来之后，这个半局也用了非常多的用球数了，31颗。对，又是提前落地。控球方面就比较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2好2坏2出局，4局的上半。
沈君睿这棒推成了3垒方向，是在界内强劲的平飞球，直接用触杀的方式了。好，所以也抓到了这个半局的第3出局数。不过这个半局大有斩获，攻下了3分，目前是反超了对手。好，在前面一个半局的4局上半，原来落后的亲子勇士是攻下了宝贵的2分，比数现在就3比2哦，1分反超了魔法师。现在上场的就是刚才的投手林梦宽。那像这样的亲子是社区棒球比赛，其实这样子类型的队伍，对于整体的棒球的发展也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比如说以亚洲的最强的国家日本来看好了，他们其实很多的这种选手，他们可能就是社团参加，那或者是像这样子社区棒球参加。那你其实打球的人数基数多的话，就比较从里面挑出一些好的选手。那在此外就是其实你打球的基数，因为以前真的太注重于精英化教育，然后其实也连带的衍生一些问题。对，那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可能有一些孩子从小打科班打上去，但是我们知道职棒的门槛很高，对，不是人人都是职棒选手。那即使你能当上职棒选手，那你又能打多久？你可能突然一个受伤就没了，那或者是其他外在因素，像之前一些风波，一些场外的事情。对，那你一个不小心，或者是你的根本不干你的事，你的球队的公司怎么样，那你的生涯也没了。那可是当你不能打棒球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事情？很多以早期的选手他们是讲不出来的。对，那所以也因此如果我们就会慢慢发现说，你太注重精英化的这种训练，对，并不是一个适合培养的一种方法。对，因为你这样的下去，其实会扼杀了很多的可能性。那所以像这样子有社区棒球的话，当然我们也一再强调，他们的第一个职业是学生，他们要先做好学生的本分，然后才打球。那这就是很重要的部分。那
像这样子第一个说，打球的基数变多，让环境变好。第二个，即使这些并不是这么在科班上面发展，但是他们在其他领域也许有很好的成就，他们以各种的方式来支持棒球。里面有可能是下一个这种，比如说 AI 新会老板，对，他可能从小领头羊，对他们喜欢棒球，那最后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棒球，也是可以一起让环境变好。对。就长大之后从事其他行业，如果他有很好的发展，他也可以用可能自身的资源，然后来支持棒球。是，就是你喜欢棒球，你不是只有当选手一条路。对，其实路是应该要很宽广的。像这件事情的话，去年退休的周思齐选手周董，他就一直很致力在推广。对，因为像我自己有担任过他的基金，球芽基金的讲师。那球芽基金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直在推广阅读。那因为他们也不会去找一线的这种棒球科班的学校去推广，因为相对来说，这些棒球科班他们要未来继续打职业还是容易一些。那他们蛮倾向去找这种可能2线的球队，因为2线球队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上不上下不下，对，那里面能成为职业选手的很少。可是呢，他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去投入棒球这个运动了。那你在投入的时候，一方面你还是要去兼顾你的其他的德智体群美，不然就会像刚才说的，你长大后你什么都没有，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好，现在换投手，换上的是黄少威，43号。这个半局是廖承浩投了连续的2个保送，黄少威来自于大安高工，现在是要上来接替投球。球队在4上打2分，所以现在变成了领先方了，3-2。那前面艾纯提到，就是现在各界都一直想要在推广甚至是做的事情，就是让参与棒球，然后看棒球、了解棒球的人更多。你当然成为棒球选手人真的是少之又少。然后你没办法打棒球的话，那希望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支持棒球，也可以变成其他行业的人啦。最后用可能你可以，比方说买 VIP 包厢，对，用超能力，用其他能力啦，对，也可以来支持你喜欢的球队，然后支持你的同学朋友，没错，对，都可以。对，像是比如说古林瑞阳，他现在带去日本的翻译，就听说是他在平镇的。同学，对，听说是混血吗？还是对？但是，他也许自己不是打棒球，可是因为他也真的很喜欢棒球，所以就用这种方式继续为棒球去努力。对，好，打者是16号，16号是单以杰。哦呦，好，主审是说没有打到，那可能待会看慢动作。但真的蛮接近的。哦呦，哇！像鬼，打者能闪过真的是蛮厉害的，反应很好。好球进来，一个好球，一个坏球。黄少维上来之后，几个球丢的比较高吼。好像还在找投球的感觉。1好2坏。哎呦，哇，这真的已经好像有点控制不住了哈。因为这几颗球还蛮接近头部，其实有一点危险。但也是佩服他的勇气，就是还不断的塞同一颗球。
1好3坏。如果再保送上去，就要变满垒了。好，稍微高一点。打者可能觉得是坏球，已经准备要丢棒子了，但主审判定是好球进来。对，通常都会等一下啦。看看要不要再等看看。但单颖杰这球挥棒落空，遭到黄少威的3振。本来都以为要保送走上去了，结果最后结果其实是被3振了。那魔法师这个出局数没有任何的推进效果。林杰峰我要点，但是点飞掉了，直接飞过墙。对，只不过不是全垒打墙，是飞过后面，对，本后的墙，后面的本后的墙。那刚才我们提到说，成为职棒选手的几率太低了，门槛太高了。对，但是呢，可能大家有的人会想说，那新二代刚刚讲的蒋少红新二代是不是就容易一点？其实并没有，对，因为。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早上有提到的曾俊岳选手，他现在去找的体能训练师，其实是也是新二代哦。对，他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爸爸，全垒打王林仲球哦。可是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往职棒选手发展的路有限，所以呢，他改用其他方式，就是用训练师对这样的方式也。一样在棒球这个路上，然后继续，跟自己喜欢的棒球有连结，然后一方面也可以帮助选手。那他也觉得他在做很有意义的工作。好，林杰峰刚是追打了一个坏球，所以是挥棒落空的3振。黄少威上来之后，一开始感觉球有点飘，有点小抖，但是结果是好的，连送出了2 K 哦。只不过花的球数还是稍微多一些了。那魔法师就比较可惜哦，这2 K 是都没有任何推进效果，所以这个半局2个保送，2个3振，怎么有点极端？对啊，这球也打不到。不过这样子就代表用球数是可能稍微多一些。打者是陈恩琪。再挥了一个空棒，2号球。黄少威投手现在取得了球数领先了，2好球。对，那下午的比赛没有看到我们早上提过的丽晶教练。对，可能有别的事情了。可能先离开了。好，这球打成了一个反方向，1垒方向的滚地球，1垒手拦下来之后踩1垒。哇，所以这个半局0人出局，1、2垒开始哦，但是没有办法攻下分数，还是2比31分的暂时落后。你这样需要站了，放主要流的。
秒。好，这个半局是换投手，换上是原先的中外野手徐品浩，背号58号。投手跟中外野手互换，原先的投手林梦宽是去守中外野。换上徐品浩，来自于滨江国中，这时候要上来接力投球。刚好出现那个左右打的资讯哦，还蛮特别的。今天的那个魔法师这边哦，都是右打者。两队还是1分差距，只是领先方不一样了。因为4局的上半，亲子勇士是攻下2分，亲子勇士现在进攻方是领先的。5局的前半，好，应该还有1个练习的机会。现在时间是3点55分。比赛是2点25开始，所以大概半小时，还有半小时左右。5局的前半，3比2，1分差。哎呦！现在在打击区上，亲子勇士的尤宗翰，今天担任第2棒，先发第2棒。对，今天前面2个打席都是飞球的出局。哦呦，刚才看徐品浩热身，就觉得他的球好像都压不太下来。刚有介绍他是原来的中外野手，刚练球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哇，连续的坏球。投手跟野手，投手的投球跟野手的传球，虽然说动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到底来说还是不一样的机制。那你野手在传球的时候，通常就是传在你目标物的对方的胸前，通常就是传直的。在我们在接受训练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就是传平平的。那只是在投手的话，你会有高度。哇，这个球没有办法接到，首名打者，哇，前扑式从2垒没有问题。哇 ，lead off double， 哇，连续2个半局都是这样。前面是简佑安，现在换尤宗翰。但是野手都是用比较积极，想要用拼的方式，没有让他这个掉下来，然后可能让他上1垒这样。对，刚刚也是有看到一个，就是那个滑垒的距离没有拿捏好，这个用胸口多滑2步。对，不过这个就是经验啦。那至少说，这个知道要滑垒，然后滑垒的这个动作也有确实的做到。亲子勇士要轮到中心棒次喽，3棒打者张成凯，77号。哎呦，猛力一挥，挥棒落空。注意到他们的那个袖子这边也有那个广告赞助，也是蛮羡慕的。社区球队都还可以有对啊，这 sponsor 是2边都有。也是一边应该是球队的 logo，那另外一边应该就是赞助商。哦呦，前置2垒上面跑者，哎呦，好掉了出来。2垒上面是刚刚敲出长打的尤宗翰。
亲子勇士当然想要再多打一点保险分，也仅仅1分差。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虽然现在天候这么恶劣，但是小选手们还是很投入这个比赛。那刚才看到他们甚至也有人有展开笑容，就还是很 enjoy 这个比赛氛围。对，好，擦帮被捕，记一个好球。对，这就是冠军战了。这个 U18 组别的最后一场比赛，没有保留了。对。猛力一挥，挥棒落空，3振出局。张成凯今天3次打击都被解决掉，一出局。这球轻飘飘的飞进来。打者廖佑凯，89号。捕手也挡得好。刚才在投手球上面深呼吸了一口气，应该是压力蛮大的。对，二垒跑者跑了，捕手传过去，哎呀，哇，没有接到，哇，那传到左外野去的话，那就要掉分了，4比2。哇，这个失误是还蛮可惜的，因为硬传，看一下捕手传过去之后，哦，就是力道稍微轻了一点点。捕手真的很辛苦了，一直被挑战。对，所以。在基层好像想当捕手的人都并不是很多，例如蒋少红，而且好像都不太是自愿的。对，好，捕手真的太辛苦了。补一支安打。对，少红也有说他被叶总定很惨，是哦，对，叶总还蛮严厉的。他说投手配球，投手被打他会被骂啊，对，然后就很多事情啦，诸如此类的。爱之深责之切，那也是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也相信他可以做到。对，然后他其实也展现出来了很不错的内容。对，其实我觉得像捕手也要有很高的抗压性。那当然每个位置都要呢。可是像刚才你看，你一直被人家挑战，其实某一种程度上也是你的自信心不能被击垮。对。因为毕竟你的那个盗垒就是算你的责任，真的你会想说，哦，我是不是这么差，又被跑了一个，那捕手完全就不传了。对，不晓得他们在场上能不能听到我们讲话，不晓得听不听得清楚。对，就不知道捕手，其实我们是蛮接近的。对，但场上，对，就不知道是很专注在场上了。对。哦，这个球捞起来，打成了一个飞球，有机会接，哇，那要赶快回去，哎呀，回不去了。奥斗双杀守备，哇，垒包上面的炮射太积极了，但没有注意到这个飞球其实是被接杀了，所以变成了一个双杀守备。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下午的4点04分，比赛要进入到5局的后半。好，那5下看看目前落后的球队有没有机会打6下。但就要看这个半局的发展。对，因为我们有提到说比赛的这个限制就是2小时。前面一个半局是多掉了1分，因为一个守备失误。所以分差就再多了1分哦。本来是2比3，变2比4。哎呦，闪过去。5局的后半，打者是6号康承佑。对，今天的第9棒打者是7年级哦。对，身材比较娇小一点，还在发育中。真的。好，擦棒被捕好球。真因为刚才捕手这样子站起来，就看到那个身高差还蛮猛的。对。捕手其实蛮大只的。年纪也比较长一点。对。哦，不错，有碰到球。捕手完全靠他一个头。对，虽然说是 U18，但是跟我们平常想象 U18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在看这种 U18什么亚洲杯啊、世界杯，因为当然年纪越大，你的身材条件越好，然后你的经验越多，通常都会这个最接近18岁的那一群人为主。那不过这个赛事当然也是参赛比较是采取鼓励啊，然后这样子让大家参与的。年龄限制就比较宽一点哦，可以让多一点人来参与。然后包括我们一开始有讲的，就是也许真的很接近18岁的那群人，他们要考试，对，然后也要补习。那有的就是，虽然说还很年轻就是可能7年级、8年级，但他们就是想要越级打怪，试试看自己的能力。很多的这种参赛的缘由、参赛的初衷。哦呦，完全喷掉，真的不晓得是不是天雨路滑，天雨手滑。黄少威，前面一个半局其实他是在队友丢2个保送上来之后，然后制造了3个出局数，但那2K 其实也是蛮微妙的，对，就是打者想要去捞，但捞不到。3号2号的满球数，这棒打得很不错哦，右外野方向，但进手套了，遭到了右外野手徐永乐接杀。好，那今年我们新北市的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是第2届，希望说看有没有机会变。以后20届，好啊，就长大之后，大人说哦，小时候打这个棒球长大的。哇，那以后可能不是亲子，以后是3代同堂。3代同堂。好。对，就像现在黑豹旗可能已经有第1届，应该已经快30岁了。对。因为第1届应该是，我想一想，应该是2014年。没错。14在15那个时间点，对，10几年，其实。可能大概10年一个区间哦，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杯赛会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有蛮大的影响。黑豹旗当初就是打着这个无差别格斗，那我们这个亲子棒球，当然它的限制也比较宽一点，有希望让更多人参与。是，今年第2年，也希望之后可以年年都继续来举办。对。那毕竟可能平常一般的状况就是孩子玩孩子的，然后大人玩大人的。但是亲子棒球呢，它的缘由就是它的初衷就是，不止孩子们之间可以交流，那家长们之间也可以交流，那甚至各自家长各自的孩子们也可以多一点点交流，因为有时候，我们总知道啊，可能孩子在家里有时候，不敢或者是。不太想跟爸爸妈妈说对心里话，对，那可能来球场放松一下，球打一打，回去的路上，想象有那个画面，回去的路上那2个人背着那个球具包包，
然后开始这真心话对，告白的时候，哇，那真的是蛮感动的一个画面。对，这也是我们这个杯赛其实举办的最大的目的啊。就是很多人都有提到说，哎，小时候会开始接触棒球，原因就是跟爸爸妈妈传接球，有 catch ball 这样。catch ball， 对对对。3坏良好的满球数，打者是陈世博。碰了一下，破坏掉满球数，持续缠斗。投手依旧是黄少威。哇！这个低的球，打者陈世博挥棒落空，遭到黄少威的3振，形成了2出局。感觉有点猜球，不过最后没有到自己射箭，最后被钓到，被骗到了。对。打者轮到陈义汉。现在2比4的2分落后，魔法师是后攻球队。对，现在落后的后攻球队。这棒碰成了滚地球，在右半边，一垒手拦截下来之后，简佑安踩一垒，完成了这个半局的第3出局数。所以目前5局打完，魔法师还是2比4，目前暂时的2分落后。他笔试，因为他以为是接杀，我看得出来，我觉得接杀，他很快弹起来接到，所以你以为是接杀？我以为太快这个不要从外面就外面，不是他看成接杀，所以他也看。哦，对，是都是接杀，因为手劲啊，我就是东西是加。他该看那个一垒，以为是一垒手接杀，所以我以为是一垒手接。他不是那个，会不会有时候你会也太对在里面了，对，比较好看。我来讲一下，最后几吗？跟双方教练讲一下。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新北市中正桥棒球场，一起来收看我们这场冠军战，亲子勇士跟 WHB 魔法师。前面5局打完，目前亲子勇士靠着第4局的2分，还有5上锦上添花的保险分，4比2，现在2分暂时领先了 WHB 魔法师。现在在投球的是徐品浩，前面上来接替投球。那非常有可能第6局6上6下都就会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就是第6局就是最后半局了，就是第6局了。待会魔法师应该6下就是最后半局。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不过2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分数。对，两边都有各自的盘算哦。一好一坏。
打者是26号欧允浩，6棒打者。来看到亲子勇士棒球队，他们有 Facebook 粉丝专页，这大家我们也强调说，其实这样子的社区棒球队哦，要集众人的之力才能够完成。那包括像是选手本身啊，那或者是热心的家长一起来参与，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比赛除了练球、打球之外，你要买装备，还要参加比赛，然后如果外出比赛，可能还要住宿啊，这中间交通真的蛮麻烦的，所以需要非常多家长的帮忙。好，这个半局面对守卫的打者，先投了保送。那5局上半，亲子勇士是有多添1分哦，2支安打。那最后简佑安在打的时候打了一个飞球，但是垒上的跑者本来可能以为已经是安打了，所以回垒不及，然后变成一个双杀守备。打者是35号胡宏哲，7棒的选手。那刚刚看到那个亲子勇士对他们还有寒训非常有规模，很厉害，还有寒训，对，还有异地训练这样。对。但我毕竟就是寒暑假啦，也是就是选手们放假比较有完整的训练的时间，所以通常呢就会安排像这样的训练。对。像之前在大学打系队的时候，就有蛮多这样的活动。但是美其名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美其名寒训，可能是去旅游的。去旅游，就是边玩边训练。我们就增广见闻。增广见闻，对，开拓视野，熟悉不一样的球场。好，刚刚一上垒之后就随即发动盗垒。今天欧允浩是3次都上垒，2个保送，1个不死3振。又跑了，这球打击出去，3游之间滚地球，哇，穿越了，形成1支安打。那先启动了跑者，现在就要回到本垒攻下分数了。亲子勇士在6局的上半，现在再添1分的保险分，比数形成了5比2了。所以第1局先拿2分的魔法师，他们在第2局开始就掉了1分，然后第4局掉2分，第5局再掉1分。哇，是不是球棒有一点问题吗？怎么突然主审好像拿着球棒，像走到了靠近记录台的地方，拿了鱼雷球棒，这么赶得上流行吗？这么厉害吗？不知道是不是品牌还是对，现在当然对，现在好像在检查那个球棒，啊，委员现在也在可能要手机拿出来确认一下是不是材质的问题。对，因为其实，在各个联盟联赛，他们都有自己规范的品牌，然后或者是球棒的形式这样子。那你要进来这个联盟，进来这个联赛打球，你就是要依照这个规范。那如果没有依照这个规范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处罚。对。那包括中华职棒呢，在每年例行赛展开之前呢，都会有他们的竞技组，那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记录组，对，会来进行这个球棒的厂商的这个清单，然后呢就会公告说，哪一些球棒是合格的球棒，是在中华职棒合格的球棒。那大家不要以为就是市面上你可能大厂牌都合格，但是他没有，如果他没有送交给中华职棒那些资料的话，那其实即使在美国大联盟很多选手用的品牌，他没有在中华职棒申请验证，那就是不合格球棒。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看到要申请这个看球棒一定是什么作弊嘛，或者是说有意或什么的，那真的只是
你有没有经过确认这个步骤？因为有时候也不是说我故意要拿鱼雷球棒好了，不是故意要拿什么很厉害的棒子，那只是说你有没有依照那个大会的规章去选你的，所以看起来现在就是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联络，要确认一下这个球棒的厂商的状况哦。真的眼睛很利耶！我想说，我们都已经来到了就是比赛的尾声了，6局上是，就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大会认可的球棒，因为之前中华代表队也有发生过这个球棒认证的问题，应该是 U18的时候，那个应该是王念豪，然后那时候在应该是对美国队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打，然后对方的美国队教练其实是有，就是跟我们说球棒其实是不符合规范的。对，艾纯说的应该也是之前也有发生过。是，就之前他们是那个桃园的那个球队去国外比赛的时候，也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也就是说这种情形其实应该是不算少见，不算少见啊。那只是真的要多留心一下。对。好，6局的上半。那现在拿的应该还是原来的这根球棒。可能就是目前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还是先继续使用。好，球速应该是一个坏球。魔法师当然是后攻，他们就当然希望不要再掉分了。这半局又再多掉了1分了，本来是2比3，然后变前面2比4，现在要变2比5。投手好像也有点丢不太进去。对，剩下应该就是最后一个半局的反攻机会了。你有3分要追。哇！连续的坏球保送，陈奕凯上1垒。现在打击区上的是廖承瑞。对。换换投手了。然后换上是背号1号，应该是林杰峰，原来的2垒手。这个半局没有抓任何出局数。好，换上林杰峰。也是要先透过他现在热身的几个球，观察他的控球状况。都还是要想办法把球给压低。4点23分。对。然后两边是我们这个比赛，然后还有包括隔壁的社会人的场地，大家还是继续热血奋战。没错。然后待会比完赛之后，应该会有简单的颁奖。不太确定。但有看到有这个 MVP 的牌子啦，就看这个牌子有摆出来，那看这个颁奖什么时候换颁发，就以大会为主。明天会有这个仪式。对，明天应该会有其他的活动。对，请大家拭目以待。好，换投之后的第一个球偏低的坏球。打者是廖承瑞。哎呦，是
东一个西一个。2坏球。哇，太高了，3坏球。换投之后，现在显连续都是坏球出现，走在前面了。打者应该就会再多看几个球。亲子勇士是获利的一方，目前。对。好，3坏球之后来一个好球。好，这个高球打出去，在内野上空。主审已经比了这个内野高飞必死球了，直接的出局。所以从0好3坏，但最后的结果是被接杀。对。一出局。打者是沈君睿，已经是第4轮了，第4轮第1棒。好，这棒拉回来，滚地球在1垒方向。哎呦，先看一下2垒，再踩1垒，哇，来得及吗？哇，其实是蛮惊险的。对。因为有多看了一眼那个动作，对，所以时间有一点点耽搁，那可能自己也没有料到说哦，这个也是左打者的原因啦。然后1垒手上第一时间有想要做双杀的这个想法。那看得出来，刚才2垒手对于自己的处理也是有点失望。哦，但最后应该是判 safe 了，所以是上1垒了。哇，那现在有点麻烦了。其实感觉有一点点弄巧成拙。是。但这些就是经验啦。哇，这样变满垒耶。打击区上现在是由宗翰，第2棒。今天前面有一支长打。那如同镜头上看到的3个垒包上面都有跑者。对。林杰峰上来之后，几个坏球是偏差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偏高。对。他也其实也用自己的节奏在投球。好，没有丢到打者，1好3坏。哎呦。那会再多看一个球。就积极的出棒了，那看这时候1垒手最后，哇，有没有削到啊？哇，这2个 play 其实都蛮可惜的。我看起来好像没有碰到。对 ，safe。判 safe 啊。好，这个镜头看一下，1垒手，然后追过去，哇，没有削到。哇，那这样很麻烦了。投手补位也感觉晚了。晚了一点点。投手要有一个很强的概念，就是你投完球，你就是守备员。那所以投完球，你就要赶快下球去补位。不过这个当然连大联盟的投手都有可能忽略的事情。对。这个 Gary Cole 应该会被全世界讲一辈子。就是我们的一辈子，不是他的一辈子。对，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讲我们的一辈子。我们的一辈子。对，他本人就是一辈子之后还是有人要继续讲。对。
职棒球员不好当啦，你看就是小小也算小小嘛，就是一个犯错就要背着追。对，而且可能一个小的犯错，对，但就没冠军了。对，这也是他们背负的算是原罪了。真的是。好，这个高球打成了飞球。好，在界外落地。打者是张成凯。今天张成凯前面是3打数没有安打，吞下1次的3振，依旧是满垒。刚才是3分领先，现在是4分领先。其实3分跟4分本质上还是有蛮大的差异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如果以棒球比赛全垒打最多满贯炮就是4分。那以今天这样的状况看来，好，打成了一个飞球，哇，掉在了左外手旁边。啊，这样满垒情况下，应该会掉不止1分了。哇，有的跑了，大家大队接力啊！这棒重伤害，踏上2垒。没错，这支2垒安打带有着打点。魔法师的选手们有一点点落寞。那看到今天早上表现很好的陈世博，然后刚才也接替投球，然后现在回到守备位置上。对。那刚才也跟队友可能在讲一些事情啊，看得出来表情是有一点点失望。刚刚这个2垒安打是清垒的长打，9比2。好，那真的刚才讲到领先4分，现在直接领先7分了。因为满贯全垒打最多也就4分了，对。出棒打成了界外球。刚刚这支安打也是张成凯今天的第1支安打，就带来重伤害。魔法师是这场比赛率先攻下分数的球队，第1局先得了2分，靠着3支安打跟一个高飞牺牲打，比较可惜就是第2局开始有陆续掉分。但我想，不管结局如何啦，对于2队来说，他们都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能力出来。对，然后即使没有发挥出自己觉得没有拿出好表现，但是在过程中你一定也有学到什么。对，应该也都有不少的收获。对，那相信教练回去之后，教练回去以后也会跟选手们就是再勉励一下，再提醒一下。因为就是再次强调说，社区棒球它更着重的是选手们个人的整体的发展。那与其就是跟追求纯粹的成绩是不一样的取向。那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那包括像我自己以前打球的经验，大家回去一定会说，大家互相鼓励，有哪些做得好的部分，那做不好的我们就去回来想一下，有哪些部分可以再加强。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然后大家可以完成这2场比赛，大家都很棒。对，而且这是张力非常高的冠军战。好，接下来面对到的是简佑安。哇，今天最可怕的打者。对，可怕的投手，可怕的打者。没错。所以我一直看到就是场边有那个 MVP 的牌子，不晓得他是不是已经瞄准这个。哦呦，这球打得很强劲游击方向，但是陈世博落掉了。2垒跑者要从3垒回到本垒攻下的分数，第10分回来。但我觉得这些以他们来讲，平常都一定做得到。但是真的时间，然后天气，让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对，然后还有专注力，真的很辛苦。很辛苦6上已经打了6分。真的，然后我也觉得能够让孩子们来到这样子的球队，然后接受这样子的挑战，然后家长也是很伟大。10比2。
这颗慢的进来。打者是欧允浩。欧允浩是这个半局的首位打者，已经要打打1轮了，第10个人次。拉回来2垒方向，哇，又穿越了。野跑者现在上2垒，再1分回来。11比2。原本还看领先3分是射程范围哦。结果是领先3分还是射程范围？结果刚刚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瞬间，就拿到了更多的保险分。接下来这个几位打者都很不好对付。对。那以魔法师这边呢，就当然啦，在场上就会很不好受。但比赛你没有拿到这个半局第3个出局数，它不会结束。对。这也是棒球很特别的地方，它是打出局制的，真的很考验毅力。对，就抓不到第3出局数，比赛就会打到天荒地老。没办法。对。逼使你必须要想办法在逆境当中解决问题。而且真的是团队合作，有时候投手投得好，但是守备不帮忙，然后或者是投手自己就先垮掉了。现在投手就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可是真的应该是体能的消耗真的很大，因为因为你又是在下雨的时候，那你其实身体是比较湿冷的状态，那你要一边去维持你的体温，然后活动，然后在这么阿杂的时候要维持专注力，体能的消耗非常大。又变成了满垒。连续的坏球。对，因为有时候控球不稳，并不是单纯控球这个技术的问题，也许你体能下滑，也会造成力不从心。这都是连带会有影响。没错。对，不晓得会不会是刚刚讲的体力的问题哦。连续的3个坏球。对。哇！现在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哈。对。连续的4个坏球保送。看起来要再度换头。对，应该是让外野手来接替投球，应该让外野手、左外野手。对。本来可能还想说，看林杰峰可不可以撑一下，撑完这个半局，看起来真的完全没办法。从这接风这样的跑回去的路上，我也感受到他蛮不甘心的，然后可能真的也很累了。但也是要告诉你你能够坚持到这里已经很棒，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真的。好，12比2。现在登板的是陈奕翰。对。还有8号的陈奕翰，在这个时候要来接力投球。还有2个出局数，看一下说，现在体力调比较充沛的情况下，能不能赶快至少要把球投进去？就不管结果如何，但至少先想办法投进去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不投进去，其实就比赛就只会越来越糟啊。也真的觉得，不管投球跟打击都是很难的技术。你打击，
如果是直棒的话，你平均0.4秒的过程中就要决定你要不要挥，然后你要做怎么样的攻击。那投球也是，投球你要把球控在这样的9宫格里面。哦，不错哦。上来之后，这第一个球是一个好球进去。打者是廖承瑞，9棒打者。1好1坏。好，廖承瑞出棒，挥棒落空。2好1坏。6局的前半。没有意外的话，第6局没有，不是没有意外，就是表定了第6局就会是最后一局了。对。亲子勇士这一局是带着3分领先，但是现在已经变成10分领先了。已经变成了12比2。这一球也是跟的很里面，哇，打得非常非常的远啊！哇，这一棒应该也有机会哦，会清空垒包，但应该是跑了2分回来。这一棒持续带有着打点，对，也是掌握对方想要投好球的这个心态哦，一棒往外也送，哇，也送得非常非常远，然后也打在了2个野手之间，球带得很漂亮，可就会变成刚才讲的说，哇，你可以投进来了，但是却又变得太甜，就是最担心的地方，对。这半局打10分了，超过1轮了，对，14比2。好，一出局，哇，这球漏到了后面去了，捕手没办法处理起来。哇，自己在旁边看也会觉得蛮心疼的，是蛮于心不忍的。对，因为毕竟虽然也不是自己的孩子啦，但是只是看到这么小年纪，14岁哈，有的14岁，然后17、18岁这样子，还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对，这也蛮佩服的。好，刚刚陈奕凯回来，第15分。好，这球缩着手，回棒落空。3垒上面有跑者。2好2坏。好，刚应该是已经挥空的，应该是3振了。好，2出局。对。这时候其实还蛮适合，就是有个人带头啊，喊一下，2 out 这样子，就是以魔法师这边啦，因为可能大家刚刚经过这样子被一轮猛攻，已经有点被打傻，所以到底现在好像在确认刚刚的球数吗？或者是待会要上来的人？应该是刚才还是量好，你那边记得没错？因为我记得应该是量好球了，对但主审好像突然比了出局，可能因为场上刚有点混乱，大家也不太真的都有一点点累了。对。好，打成一个滚地球，2垒方向，2垒手拦截下来之后传1垒。好，终于有抓到出局数。这一分数就送给他。对，也还是回来了。对，第15分。
该是第16分。有宗翰。嗯。打者轮到有宗翰。2出局了。这个半局看看第3出局数什么时候可以抓下来。虽然魔法师落后比较多，那也希望他们在6下可以把气势给打起来。哇，又打在了2位的外野手之间，现在只有跑垒员这一棒停在2垒上面。好，2垒安打。即使领先这么多，也都其实没有松手。其实这是展现了很好的运动家精神。是。就还是把最好的内容呈现在比赛中。那场边啊，也是应该家长啊，或是教练帮忙喊出奥了。真的场上大家都累了，可能平常有余裕喊声一下，现在已经有点真的精疲力竭。精疲力竭，家长也帮忙喊一下出局数，让大家确认一下场上的情形。碰成了一个飞球，应该已经切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了。1好1坏，6局的前半。啊，有晋升。哦，应该是丢到人了。哇！变出生球保送。我真的很考验心智，在大幅落后的情况下，想要塞颗近的晋升球单，结果被判定有小到衣服，然后直接送给对方上垒。打者是廖佑凯，抓第一个球出棒，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接。有机会接吗？但是有点掉了出来，哇！要再传也没办法抓到出局数，而且看起来要再回来1分了。我刚才很拼了啊。对啊，本来想说这个飞球看看有没有机会扑下去把它给接起来，已经让对方没有打好了，形成了一个内野上空比较无效的飞球。陈世博过来。陈世博是游击手。打者是简佑安。刚才就是在猜说他们已经瞄准 MVP 这个奖项。今天有安打，然后也有盗垒。对，然后重点是在上一场的投球表现相当精彩。这一球也打得很猛。2垒方向。那接下来之后传过去封杀，好，也结束这个半局，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比赛现场。这个也可以放一个单，然后在后面放。
关系了，没关系了。好，欢迎回来。比赛要进入到了6局的下半，前面一个半局6局的上半，对守方来说是一个蛮煎熬的半局哦，掉了比较大量的分数。也希望他们可以把那个半局给忘记哦，就把6下好好的把它给完成。对，因为也是到了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局了。那15分的差距其实也蛮大的，那能追多少就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了。打成一个飞球，往后退，还好有处理下来。一起从小打球到大的这个默契应该是不错。是。是尤宗翰把这个飞球给接杀。好，一人出局了。比较偏高哦，近身。对。投手是黄少威。内角球，主审判定是好球进垒。打者是林梦宽。也很佩服两队哦，一整天在这边。也当然不只是场上的教练选手，那包括工作人员更早就来到现场。对，一早8点比赛，真的应该6点可能不到就要做准备了。是，真的也辛苦了。对。那我们明天还有很精实的比赛，4场比赛，大联盟组的季后赛。对，就是家长们的比赛。对，明天依旧是从早上8点钟开始。明天还会有其他的活动带给大家。2好2坏。6局的下半。这棒打成了一个平飞球，在右半边，被接杀了。右外手守得很浅，是第一时间就是往前面冲，直接把这个飞球接进手套，2出局。哇，直接找手套。对啊，打出去感觉还气势蛮好的。哇，这个接球真的也是把不管是判断或者是身体的延展都做得很好。右外手也扑下去，把这个飞球接到手套里面，2出局。对，所以眼看着就2人出局了。打者轮到的是徐品浩。2出局，6局的下半。回空，回棒落空。稍微里面一点点，近身。今天徐品浩是有高飞牺牲打，带有着打点，就是在第1局的时候。
太低的坏球比较好选，形成了1好3坏。1好3坏。徐品浩这一球右半边，切得稍微有点高，出了界外，形成了2好3坏满球数，就差1个好球，亲子勇士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且可以拿下本届 U18组别的冠军。得来不易。不过还有最后一个出局数要面对，对，2好3坏。最后是4坏球保送。跟大家主审没有赶下班，没有这回事。对，还是持续的好好在场上奋斗。保送上去，轮到单以杰。2比17，抓第一个球，选择出棒，球到了界外，本垒后方的擦棒界外，黄少威上来之后也用了40多颗的用球数，其实也是蛮吃力的，但是都可以有效的压制对手，没有让对方攻下分数。右半边啊，这个平飞球，哇，而且一路漏到了右外野手的后方。那看看垒上跑者有没有机会再往前多冲几个垒包哦，但是停在3垒上面，哇，没败啦，给大家拍拍手。不到最后一个出局数，不可以放弃。没错，看一下，啊，一垒手碰了一下，然后右外野手哇追过去。就差最后的那一个出局数，看看亲子勇士要怎么样来处理。当然，对后攻的魔法师来说，希望可以再多争取一点点分数。对。好，打者是林杰峰。落后15分，对，也只能慢慢追啦。林杰峰就是在前面一个半局，其实非常煎熬的投手。2坏球，也没有贸然的出棒。那教练、家长们也还是在场边仔细的提醒选手们，慢慢来，不要急。好，等到了一个好球进来。1好2坏。偏低，提早落地。1好3坏。比较明显哦，所以打者当然也没有出棒。对。好，太低了，那就形成了保送哦。哇，那变满垒了。对。WHB 魔法师没有想要轻言放弃。对。2、3、4、5这4个半局，魔法师都没办法攻下分数。看看6局的下半了，这个2出局满垒，还有一点点的希望啊，有没有办法把分数再打进来一点点？打到现在，可能有一些选手就是肚子饿了，不知道会不会能量补充一下。就差最后一个出局数。打击区上的是陈恩琪。
比较偏差的坏球爆出现头啦，那三垒跑者要回到本垒对，，哇，刚才好危险。对啊，对，应该是有踩到了，所以是有跑回分数，第3分回来。刚才危险就是捕手接球，然后捡到球传回去，传回去给投手的时候，正好在那个跑者跑回来的路径上。对，是比较危险的哦。好，第3分回来。3垒上面有跑者，不晓得是不是也是体力下滑的影响了？黄少威这一局出现了蛮多偏差的球。而且都是其实蛮好选的。对。真的，后来球都投不太进来。对，进攻的魔法师也还是很有耐心哦，就是跟你磨。没错。哦，不管我落后几分，反正你投不进来，我就继续选，我们就一起来耗。哦，有了，打击出去。对，游击方向滚地球要赶紧来处理，游击手拦截下来之后传向一垒刺杀。那这样陈恩琪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出局数了。在这个半局是有追回1分，但因为在6上掉了太多分数了，所以最后这场比赛亲子勇士就是以17-3大幅度的比分最后击败了对手，也恭喜他们，亲子勇士拿下了本届新北市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 U18组的冠军。恭喜。亲子勇士。对，最后17-3大幅度的比分也击败了对手。那我们今天在中正桥棒球场一连4场的比赛，4场的转播到这边就要完全结束。那我们明天呢，依旧有4场比赛带给大家。对，那也是很开心哦。这是虽然说，最后呢，当然是高潮迭起啦，有各种状况。不过，这上4场比赛都看到选手们他们展现很扎实的功夫。对，尤其是基本功。对对对，很多手背的细节其实都做得很好。那这也是选手们今天很辛苦，然后也记得要为自己鼓掌。没错。好，那也预告一下，我们明天在新北市的中正桥棒球场依旧有4场比赛带给大家。那明天开始的就是大人的组别的赛事了。那我们今天也看完了4场比赛，非常谢谢艾纯，谢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连播了4场比赛，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周伟林，我们明天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